今天画一个画花吧，画绿色的，画一个豆绿吧，画豆绿的花。那我们今天画一幅这个小品，画一个这个斗方好不好？画一个3尺的斗方。这种尺寸的我们好像没有画。好，我们来画一个斗方。来，我们还是先来想一下构图吧。先要知道大概怎么画。好，我们来画一个斗方。斗方的意思，它就是方的。然后这个是50乘以50的斗方，画一个50乘以50，就是买3尺的纸，一张纸可以裁成2张这样子的。我们看一下哈，可以在这里画一些30什么的。要不要画这么多？待会儿再看。我们先不画啊，30先不画，先画这个花。我们这里画一朵花，这里有叶子，下面也有一组叶子。好，大概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这里可以出来一个小花苞什么的，出来一个小花苞。当然这个3尺的这个斗方也不知道能不能画下去这么多内容，因为我画的花都是比较大，也不知道能不能画这么多内容。如果画不了，我们这个山石就不要了。大概设计这样子，待会儿我们先画花，先把花画完之后再看这个位置，看情况。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构图。然后我们画一朵绿色的花好不好？今天画一个豆绿的花。绿色的花，绿色的豆绿，它基本上它也是绣球型的。来，我找一下这个豆绿给大家看一下。来找几朵豆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它就属于豆绿，它也是属于绣球型的啊。这个是照粉啊，这个也是豆绿。豆绿你看一下，它也是上面一个球，就是像一个球一样的很多这个碎花瓣，然后下面是有大花瓣。看这些都是豆绿啊，这些都是豆绿，这个是比较正面一点的，那这个是比较侧面一点的。今天可以画这一朵也行啊，我们今天画这一朵，好吧？我们这个豆绿用什么颜色来画，好不好？我们画一个豆绿，豆绿它也是这样子的。这朵花，这朵花是朝这个方向的，朝这个右边的。那我们正好这朵花它也是朝右边的，我们稍微不要让它那么斜，我们让它这样子来，斜的不要那么平。然后颜色我们看一下我们要用什么颜色啊？这个花型的话，你看我们今天画的这个花型是这样子啊，那前面是一个球，然后后面是有大花瓣。那么还是一样的，可以把它分为这个3层。那这个侧面的花我们可以这样子哈，我们跟之前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变动。那1层、2层、3层，那我们它的一个特征，第一层的特征，今天我们把中间这一层作为这个最浅的颜色，把中间这一层作为最浅的颜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有的时候光线不同，它这个虚的部分它就会在不同的地方。假如说我们这朵花，我们正面来的这个光线照它，正面来的光线照它，那么它这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它是颜色比较最浅的。好，我们第一层是这个花瓣是小的，然后颜色我们把它画成深的，跟之前的一些花稍微有一点区别。然后物象我们把它也画成实的，好不好？整朵花啊。然后第2层，我们把第2层用它感觉让是正面的光照过来。以前我们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这边的光照下来，这边的光照下来，或者是这边的光照下来。那我们今天一个正面的光照下来，那正面的光照下来，那么它就照射到这个花的正中间的地方。那我们把正中间的地方作为一个花瓣它这个绣球里面，这个圆里面它都是小的啊。花瓣的大小它都是小的，然后颜色光正对着它肯定是浅的啊，花瓣是这个颜色是浅的，然后物象是稍微有一点点虚，因为被光线照的它会有一点点这个朦胧感，就是有一点不是看得那么清楚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第3层，第3层那个花瓣明显它肯定是要大的，花瓣是大的，要有这个大小变化，有一个非常大，这里的花瓣非常小，这里花瓣非常大，让它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基本上这个大花瓣有这个绣球的1半那么大，一个花瓣的大小有这个绣球的1半那么大。这个整个花，如果你分3节的话，它们3节是差不多大小的。好，花瓣是大的，然后颜色我们第3层它也是深的，然后物象是实的。好，我们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它的一个特征去画，这个是我们分析的，我们按照我们分析的这个特征去画。我们画的时候通常是先画第2层啊，然后颜色。来，大家分解一下颜色。大家先来看一下这朵花，然后你们我们一起来分解一下这个颜色，好不好？当然，在这个光线下，它的颜色会更浅一点。但是我们画的时候不一定要画成它一模一样的颜色，可以画深一点，也可以画浅一点。我们底色还是用这个太白加3列，好不好？这朵花肯定是要用到藤黄的，来藤黄加什么？加一点这个橄榄绿吧。你们有橄榄绿吗？没有橄榄绿就3绿、头绿都可以，好不好？藤黄加橄榄绿，然后第3个，花青加藤黄吧。好，我们就用这些颜色，然后用到一点点赭石，会用到一点点赭石。好，我们就按照这些颜色来用。其实用颜色都很自由的，一定要自由的去用色，不一定说我要用这个颜色，你一定要用这个颜色。我们先把底色调了哈，来调一个底色，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好，这个是太白加3绿，好像水加多了一点点。水太多了，我们再加一点这个太白进来，好吗？再加一点太白。好，这个是这个斗方的这个纸。那我们看一下这朵花，我们先把它把这个花你先选好它的位置，你想把它画在哪里啊？然后就画在这个地方吧，就画在这个地方，差不多这个地方就可以了。那我们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你可以找一个终点，找一个终点之后，在这个我们画的这个
中下的这一个部分，画在这个中下的这一部分，或者是中上、中下都可以，都没有关系，画在哪里都没关系。等一下构图根据这个花去构。好，把今天的这个颜色，藤黄加橄榄绿是吧？好，我们把它调和一下。它其实很绿啊，很绿，在用的中间部分啊，我们再来一点点，这边再来，哎，不是拿错了，既然拿出来就挤出来吧。我们在这个藤黄再来一点，单独的来一点藤黄啊，这里单独的来一点藤黄，里面有一点点这个橄榄绿，有一点点橄榄绿，调两个啊，调两个，让它有这种不同层次的颜色，让这个颜色有不同层次。还有这个花青加这个花青加藤黄，画到深色的部分，就是比较深的部分。就是颜色你们其实真的没有必要一定要一模一样的，你们可以灵活的去用。所以我之前用的颜色我从来不记得，我当时画什么时候画的时候我随意的去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自己可以这样子灵活的去用这个颜色。这里再调一个深绿色。深绿色在很深的部分，这朵花深的部分可能会用到一点点，那赭石也会用到一点点。用赭石加藤黄太起蓝，其实藤黄你加什么绿它都是黄绿色，你把藤黄加这个三绿也是这个黄绿色，也是黄绿色的。好，这个底色是前面调好了这个底色，我们把笔在里面调一下，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你看这样子刮，轻轻的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不要太多了，水分不要太多了。然后我们调色的时候，首先我们把这个绿色，这个黄绿色这一部分，我们首先画第二层哈，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层是我们的亮部分。我们首先把这个黄绿色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调到这里来，淡淡的一层，不要太多了，淡淡的一层到这个地方，淡淡的一层到笔的1/2的地方。淡淡的一层哈，要晕上来，所以我们调色的时候，笔要睡在这个盘子里调，它才调得上来，要调到笔的1/2的地方哦。好，我们笔尖调一点点这个稍微深一点的这个绿色，笔尖上，你看这个水分是有点多，水分多的时候，你就调的时候，它就水会掉在这个盘子里面。拿笔尖上调一点点深色的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子可以开始画。我们说这朵花画在这里吧，就画在这里。好，可以开始这个碎花瓣。这个是最浅的部分，我们刚开始画的这个部分是最浅的。
好，这些都是一些碎花瓣，笔尖要不停的加一点点这个深色，小小的花瓣啊。你看这种碎花瓣，我们就这样子去一笔一笔的去画的，来加一点点颜色。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赭石色，让它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明白吗？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些复合色。有些花它开了之后，它就会颜色就会有一点，好像有一点绿又带一点黄的这种感觉。花瓣是比较碎啊，这个特别是这个豆绿中间的这个花瓣特别碎。好，这个小的花瓣偶尔我们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让它这个花瓣里面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好，继续补充一些颜色。笔尖上要不停的补充一点深色的。这么多小花瓣，我们偶尔也要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啊，让这个花瓣里面有大小的这种变化，感觉花朵会很大，花朵要画大一些才好看。颜色要调匀啊，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啊，你就这么去点它，点的越小越好。这个花瓣，让它由大，让这个大的小的花瓣，让它有一种强烈的这种对比关系。好，我们画了这么多之后，我这个水分已经有一点笔上有点干了，有点干之后，然后我们用笔肚来蘸一下这个底色。来，补充了底色之后，我们就要继续调色，还是一样把这个黄绿色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笔尖蘸一点点这个稍微的深一点点这个绿色，那我们这里可以画一些这种大一点的这种侧面的翻展过来的这种花瓣，让这个花瓣有大有小。好，我们继续画这个球。这个球的话，我们要慢慢的，这个花瓣会越来越深了，不是越来越浅了。今天这一朵跟之前画的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区别。好，越来越深。那么我们在调色的时候稍微调多一点，先把这个黄绿色也调多一点，然后笔尖可以调一点点这个深色的绿色，慢慢的让这个颜色越来越深。然后这个花瓣是各种各样的花瓣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花瓣你去组合。
补充颜色。来补充颜色，我们现在就可以不用补充那个最浅的颜色，就补后面这2种颜色就可以了。笔尖上补充深一些的颜色。颜色的话，你们自己看着办啊，自己看着办。你们想要用什么颜色都可以，就是不一定说完全按照我一样的颜色去用去画。好，这里各种这种小碎瓣的组合。花朵是我画的牡丹花，确实它是比较大一点点，大才富贵嘛，这个大没关系啊。来补充颜色。然后这个笔上有点干了，你看我们的花瓣是没有规律，它是比较自然的组合。比较自由的去组合，一直告诉大家去画画的时候，不要按照1、2、3、4、5、6、7的这个套路，要按照这个自由的去组合。大家要先学会这个写生。写生就是拿这个实物啊，拿这个实物的这个照片都可以，照片也是一种写生的好办法。好，这里来一些小的碎瓣。外围的话，我们待会儿我们最后可以再去调整。最后我们还要去调整一下这个外形。我们先这个就画这么多，这个碎花瓣，我们先画这么多，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后面的这个大花瓣。大花瓣我们再调一点点这个，把这个底色再调一点，再加一点底色啊，笔上没有底色，我们加一点底色，然后把这个绿色调多一点进来，调到笔的2/3的地方，因为我们要画这个大花瓣，大花瓣它是比较大一些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颜色调上来。如果不调上来，这个大花瓣我们是画不出来的。翡翠绿可以代替，用什么绿都可以啊。今天这个绿是比较偏黄一点点，你们用翡翠绿就把藤黄再多加一点进来，藤黄多加一点。来，我们蘸一点点赭石来画这个大花瓣。那这边我们来一个大花瓣，这个缺口这里。这个是什么花型？这个也是一个绣球型的呀。好，这里来一个大花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这个大花瓣，
把这个绿色多调一点进来哈，调到这个笔肚上，让颜色多一些。笔尖可以来一点点赭石。好，这一个花瓣，让它张扬一点出来。让它有一点点这种中间这个花瓣的话，开到最后，它会有一点点裂开呀，或者是残败的这种感觉。好，这个花瓣直接过来。好，我们现在这个笔上没有底色了，我们可以加一点底色。先笔肚上干了，我们加一点底色。蘸完底色之后，还是一样，先调这个嫩绿色，再调一个这个稍微深一点的绿色。来看一下这个花型，我们怎么去画。在这里再来一层。这里来一个。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好，这里再来一个花瓣，让它这个颜色有一点没有调匀，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调的不够均匀，所以在我们调色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均匀了。就是我也会犯这种错误，就是颜色没有调匀去画。你看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大家在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均匀。颜色调均匀了，你画出这个花它才好看。好，我们来回一下笔啊。趁这个笔尖还有一点点颜色的时候去回笔。来一个小的花瓣。好，我们再看一下，调整一下。今天如果看情况，如果说速度快的话，我们可以再画一朵，再画一幅，画2幅小品都可以啊。再看一下，调整一下外形。
有一些这种小的这种细节。慢慢去调整一下这个外形。好，我们这朵花基本上画成这样子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再把中间这些地方，有一些地方我们再进行调整一下。好，把这些让深的地方有一些不够的地方可以加深一点，让深的地方够深一点。好，把这个深的地方我们再提一下，有些地方稍微的提深一点点。好，再稍微的调整一下。调整的作用就是让深的更深。好，基本上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基本上这朵花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实物拿过来对照一下，看一下。来，放高一点，放高一点，大家看一下这朵花。这个今天我们是拿这一朵花来写生的，拿这朵花作为一个参照物去写生。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参照物，并不是说我们要画得一模一样的。没有橄榄绿用，其实你用什么绿都差不多，只要你用头绿或者是三绿，把这个藤黄多加一点，它也会出这种效果。只是绿的会不一样啊，绿的会不一样。好，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叶子，画一下这朵花的叶子。那我们首先来调一个这个，我们直接是这个颜色都可以画叶子了。加点这个胭脂。我们还是另外调画叶子的颜色吧，等下大家又搞晕了。好，我们另外拿一个盘子来画这个叶子，三绿、藤黄、朱标，还有这个胭脂。藤黄、三绿、藤黄，还有这个朱标。还有这个胭脂。三绿加藤黄调和，然后调一点这个朱标，笔尖调一点胭脂来画这个嫩枝干。好，看一下这个嫩枝干从哪里长出来，
从这个花心的正中间长出来它才对。好，这样子长出了一条枝干。然后我们来这边来一组叶子。这边来一组，哎，不要太小了，不要太瘦了。好，这个3个叉，一个叶子3个叉，这边也是一样啊。太小了，我们把它加一点啊。哎呀，这个加没加好。好，这样子来，待会儿我们用叶子把它这个没画好的、画的不够好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这个叶子来遮挡一下。有的时候一笔下去没有准就不准了，就不好看了。好，我们在这里会还来一组，这里再来一组，这里一组，这样子来。让它有一个遮挡的关系，这一组从这里长出来，这个叶柄的话被遮挡了，被这个叶子遮挡了。看一下情况能不能画下这个山。本身我们设计的是有一个山，如果画不下去，我们就不画了。好，我们来调一个画老叶子的颜色，花青加藤黄加墨。叶子画不好的就要真的要多练习叶子，而且要看一下我们每次画叶子为什么要这么布局，这个是很重要。还有花青加藤黄加墨，调成这种墨绿色，这样子调成墨绿色，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我们在画叶子的时候蘸这个浓墨，笔尖蘸这个浓墨，然后开始画。然后我们先画这一组啊，先画这一组。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画出这个一片叶子，这个是这一根枝干的侧面的这一片，然后这中间的这一片啊，中间这一片。然后画叶子的时候特别画大一点啊，画大一点啊。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画一个侧面的这种叶子。来，这边这一组还是一样，中间的一片。一边一笔，然后加一点点这个墨绿色，没有墨绿色了，我们加一点墨绿色，然后笔尖再蘸这个浓墨，一边还有一片啊，一边一片，来再蘸一点这个墨，然后这边这一组。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然后一边还有一片，一组叶子是3片叶子，一组是3片组成。好，这个是2组叶子，3组叶子啊，3组叶子。把这个叶柄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再去把它加一下。好，这个是上面的这一组叶子，上面的这一组叶子，然后我们再来画这一组。好，我们来画这一组叶子，这一组啊，
还是一样，我们先蘸这个墨绿色，叶子非常重要，大家要好好的就是学习这个叶子的组合。那我们这边有一组叶子，这边2组。那其实的话是这边2组，这边1组。那我们可以把这2组画在一起，让它这里成一个多的地方，这一组让它最多。我们可以先画这一组哈，先把这一组画了，再画这一组。来，笔尖蘸一点墨，中间这一片啊，中间这一片画下来，侧缝画下来，然后一边一笔啊，一边一笔，一笔大一笔小，这样子是一片叶子。那这边侧边还有一片，笔上没有水分呢，我们再加一点这个墨绿色，然后笔尖蘸这个浓墨。好，这边这个叶子可以画小一点。那这一组叶子为什么这么画呢？让它感觉它是比较，这一片可以加大一点，让它比较感觉是平面对我们的。然后我们来画这一组，这一组我们先画中间的这一片啊，中间这一片比较大啊，然后一边一笔，加点墨，笔尖加点墨，一边一片啊，一边再来一片。每一片都要有这个大小，然后呢，不是说这样子就完了，还有一组叶子在后面，在后面的这一组叶子我们要画出来，我们也要有它这个层次在。好，我们把这里补满这个墨啊，补满这个墨。然后这个叶子从这里露出一点点也可以啊。露出一点点尖来。好，这一组叶子在这一朵花的后面，有一些地方是在后面，在后面的这个层次，让它有一点遮挡的关系。好，我们再来看这一组叶子。来，笔肚里面蘸墨绿色，笔尖还是一样蘸这个浓墨。看一下这一组叶子画在怎么画。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画出一片。两边各一片。这里又来一个遮挡。好，这一小组，这后面还有一组啊。一边一笔，在给大家画的时候都画的特别慢，应该都看得清楚吧？哎，这个墨沾的太多了一点点。这一组叶子我们看一下怎么画才好呢？这一组叶子怎么画也要考虑一下，不要画上去了，就画下来。让它从这后面又有一个遮挡的这种关系。好，我们还是一样加上它的这个叶子的这个柄。好，这一组叶子，
量3组叶子，让这组还没有连接起来，我们还要画一些东西，把这一组把它给连接起来吧。再画一些东西，让这个地方最密，让这个地方最密。我们从这里画一个花苞出来，来在这里画一个小花苞，画一个小花苞啊，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小花苞。哎，这个花苞画的跟这朵花这样子，偎着这种感觉。然后今天这个花苞让它包起来的这种感觉。这个笔上太干了，有点干，我们蘸一下水，然后再去调这个3氯、藤黄，调一点猪标，调一点胭脂。好，这个画一个花苞，然后这个花苞怎么走过来？看一下啊。蘸一下水，笔上如果干了，你就在那个洗笔水里面去蘸一下，然后再调色，不然太干了就有点调不动了。看一下怎么画，怎么长出来好看。这个枝干让它长一些。那我们现在就这一组叶子完全可以把这一组叶子把它连接起来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枝干在这儿，可以把这个叶子给衔接起来，把这一组叶子让它成为一个组合。这里画一些这个嫩叶。看一下这里还要不要来一组叶子啊？这里再来一组。在画这个叶子组合的时候，我们都要考量一下。好，这里来一组。这个下面还要不要来一组呢？这里也可以来一组啊，让这里就很密起来，让这一组，让这个地方就密起来。好，让这个地方就成一个团块，让它很多。来看一下这一组叶子，我们怎么画？这组就是画嫩叶子啊。嫩叶我们就用这个藤黄3氯，把藤黄3氯调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猪标，笔尖蘸这个胭脂。这个嫩叶还是一样的，也是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颜色没有调得太开也没有关系，你看我颜色调的它也不是很均匀啊，颜色调的也不是太均匀，就是要有这种感觉。好，这里也让它看一下要不要破边啊。好，这里一组叶子。
好，这里一组叶子让这一块很密起来，这里再加一点。这一组在它的后面啊，被它遮挡起来的，可以露出一点点来。好，露出一点点来就可以了，让这一块就很密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哪里有没有这个嫩枝干没有画到位的，我们可以把它加一下。来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些，加一些叶子。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叶子还是这样，不管是嫩叶还是老叶，我们都要遵循这个规律。好，这里一组，然后这边一小组叶子，这边再来一小组。虽然说只是一个小品，但是它已经很丰富了，看到没有？而这里是一个小的组合叶，它只有3片叶子的组合。我们现在来勾一下叶茎啊，来勾一下叶茎，否则是等一下太干了。你们要调这个颜色的话，其实用什么绿都可以，用3绿、头绿加藤黄、花青加藤黄，它都会变成嫩绿色。你把这个藤黄多一些，它这个颜色就越嫩，知道吧？好，我们用这个浓墨来勾叶茎，不要勾太多哈。那中间一笔，两边各一边一笔，这边2笔，这边1笔，这个5笔勾精华，5笔，你看这里1笔，那这小的就不用看它5笔了，你可能就2笔3笔了。大的叶子是这样的，来中间1笔，两边各一边1笔，然后这边2笔，这边1笔，5笔勾精法啊，就用5笔就可以了。还是一样，来中间1笔，两边各一边1笔，这边2笔，这边1笔。一边1笔，2笔，1笔，不要勾太多。
好，叶茎勾完之后，我们这个嫩叶也要勾一下。来勾一下这个嫩叶子啊，勾一下这个嫩叶子。来，这个嫩叶也勾一下，用这个胭脂来勾啊。嫩叶随意的勾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勾得太明显。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老枝干，我们怎么去画？那我们再拉高一点点，看全图。再来画一下这个老枝干，看一下这个老枝干怎么画。从哪里长出来？可以从上吗？可以从上面长下来吗？从这里长出来还是从下面长出来比较好看？我们把笔洗一下，这个画下面是吧？左侧笔洗一下，这个画叶子的笔洗一下，然后直接蘸这个浓墨，墨都干了。如果说是墨没有干，就不用调，这个墨都干了。这个笔上的水分太大了，所以这个枝干都画成了实的。这里来一个小的，让它有一点点参差的这种关系。好，这里可以画一个小嫩叶，来这个地方画一个小嫩叶。这个嫩叶有一片叶子掉出来。好，这个嫩枝干和老枝干衔接的地方也画一下这个嫩芽。
这里点一些这个小嫩芽上去。这个枝干画的有点实，但是这么短的枝干实一点没有关系啊，实一点没有关系，我们加一点这个点上去。稍微的调整一下。好，基本上这一幅就差不多，然后我们要加上这个花心，加上这个花心，好不好看？这一幅我本来就想画山石的，结果画着画着它就画不下去了，画着画着就没地方可画了。对了，这个花苞还没有画。太漂亮了，卖多少钱？好，我们来画一下花心。花心我这是调好的，是这个藤黄和太白1:2的调和。然后画的时候要有这个疏密关系啊。我们这一块有一些地方可以多点一些，然后其他地方可以点少一些。记得要有这个疏密关系啊。好，这幅画就这样子完成了。